你最近是否有换工作或创业的打算？在你迈出这一步之前，有一个你必须要了解和掌握的学问。这门学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，但却常常被人忽视。无论是商界巨头如特朗普、李嘉诚，还是普通的职场人士，谈判都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。谈判是一个听上去很专业的词汇，让许多人望而生畏。但我要奉劝大家，一定要克服这种抗拒心理，去学习和掌握谈判的艺术。因为赚钱的本质就是低买高卖，而谈判恰恰是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途径。通过谈判，我们可以极大地提高利润，降低成本。谈判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。在生活中，谈判可以帮我们化解矛盾，获得更多的便利和利益。今天，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《优势谈判》。这本书如同一扇神奇的大门，打开了我通往谈判艺术殿堂的路。读完此书，我豁然开朗，发现许多曾经困扰我的难题都迎刃而解，赚钱也变得游刃有余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不仅会分享这本书的精髓，还会传授一些我在商场和生活中屡试不爽的谈判技巧与心法。只要你耐心看完，我保证你一定能突破赚钱的瓶颈，让收入远超常人。机会就在眼前，一定别错过。谈判可以分为4个层次。要想成为谈判高手，我们必须先理解其中的奥妙，打好基础，然后循序渐进，最终登上谈判的巅峰。让我们先从谈判的最低层次说起。第一个就是谈判破裂。谈判破裂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双方剑拔弩张，谁也不愿退让一步。谈判桌上的和气氛围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冷嘲热讽和针锋相对。到了这一步，双方已经撕破了脸皮，摊牌的时候到了。谈判不存在的，法庭见吧。可是打官司真的是个好办法吗？财力、物力、精力的损失先不说，一旦法庭上对簿公堂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双方的关系算是彻底破裂了，就算最后胜诉了，也基本上没什么合作的可能了。更别提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，说不定还能结下新的梁子，平添一个对头。所以啊，谈判破裂带来的负面影响，远比输赢官司本身要大得多。眼前的蝇头小利和未来的合作机会比起来，真的不值一提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明智的谈判者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走到这一步。毕竟，谈判的目的是合作共赢，而不是鱼死网破、两败俱伤。保持耐心和理性，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点，才是谈判的真谛所在。第二个层次就是零和游戏。在这个游戏里，我赢了1分，你就必须输1分。我们的得分加起来永远是0，就像是在玩跷跷板，一方上去了，另一方就必须下来。简单来说，要么你赢，要么我输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谈判双方都会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乍一看，这似乎是一种成功的谈判策略。但是，如果你想在商界立足，这种零和的思维模式可走不远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愿意当冤大头，跟你合作1次就够了。你只能在对方身上赚1次，下次就别想了。所以，在谈判中，我们千万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小利，要学会割韭菜的智慧，懂得留一手，才能长期收割利益。就像那个著名的故事，一个农夫家里来了小偷，但农夫没有报警，反而给小偷一筐自家种的韭菜。小偷纳闷，农夫说：“我给你的是韭菜，不是白菜。韭菜割了还会再长，明年你还可以来偷。但如果我报警抓你，你进了监狱，我的韭菜就只能割1次了。”这就是非零和的谈判之道。不要把眼光局限在一时一地的得失上，
而要放眼未来，考虑双方的长远利益。只有合作共赢，才能走得更远，赚得更多。第三个层次就是双赢的谈判。所谓双赢，就是通过互相协调、互相让步，让谈判双方都能从中获益。就像是在玩大富翁游戏，虽然不能独占整个市场，但只要能持续获利，就是一种胜利。当然，要达成双赢，就需要双方都有一颗开明的心，懂得有话好好说，有利大家分的道理。就算自己赚的不是最多，但只要对方也能获利，大家就都能乐呵呵地继续合作下去。你看，这就是双赢的妙处，它不是一锤子买卖，而是一种能长做长有的长期关系。就像老夫老妻，日久生情，越磨合越默契，最后就成了那对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。有人可能会问，谈判不就是比谁的筹码多吗？谁的本钱大谁说了算呗？但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在双赢的谈判中，我们有没有筹码其实根本不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一时的输赢，而是通过合作实现共同的成长。就像那个著名的故事，两个小孩吵着要一个橙子，如果硬要分，他们只能各得一半。但如果问清楚需求，原来一个小孩只要橙皮，另一个小孩只要橙肉。这样一来，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所以，谈判不是非此即彼的较量，而是共创双赢的过程。关键是要用心去发现彼此的真正需求，而不是死磕表面的立场。只要愿意换位思考，互相理解，再大的矛盾都能化干戈为玉帛，最后达成共赢。而第四个层次就是优势谈判。你想成为商界的常胜将军吗？那你一定要把优势谈判这4个字刻在心里，融入血液。什么是优势谈判？说白了，就是要让对方觉得自己已经赢了，让他觉得是我们吃亏了。这可不是什么骗人的把戏，而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智慧，一种利人利己的艺术。在这个层次上，李嘉诚堪称我们的楷模。他的商业版图之所以能如此广袤，秘诀就在于他总是愿意少赚一点，把更多的利益让给合作伙伴。李嘉诚曾经这样叮嘱他的儿子，和别人合作时，如果你拿7分是合理的，8分也可以接受，但我们要懂得只拿6分。这话一听，简直太有智慧了。你想啊，如果你是这样做生意的，每个人都会争着跟你合作，因为在你这里，他们不仅能赚到钱，还能得到更多的利益。渐渐的，选择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。每发展一个新项目，你都可以挑选最靠谱的合作伙伴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跟你合作不仅赚钱，还赚口碑。有人可能会说，这不是吃亏吗？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利益，为什么要分给别人？但让我告诉你，这其实是一种风险管理，是给自己的投资买保险。虽然眼前是赚少了一点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却能大大提高项目成功的几率，降低创业的风险。因为当你愿意分享利益时，合作伙伴也会觉得你是个厚道人，更愿意跟你长期合作。这种关系才是生意场上最珍贵的财富。所以，优势谈判的精髓不在于如何压榨对方，独占所有，而在于如何创造更大的共同利益，实现互利共赢。这是一种格局，更是一种境界。在学习谈判技巧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先树立这样的理念，并以此为目标去实践每一次谈判。练就一双慧眼，揣摩人性的需求，磨练一颗玲珑心，追求利他利己的双赢。久而久之，你就能成为谈判桌上真正的高手，所向披靡。优势谈判这本书可不简单，它揭示了有钱人谈判时必须遵守的2大原则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谈判的奥秘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像狮子一样开大口，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要求。你敢不敢开口，直接决定了你能从谈判中获得多少利益。这可是谈判的基本素质。其实，很多人的潜意识都会本能地这样做，尤其是那些伟大的母亲们。
还记得小时候妈妈带我们去买玩具吗？100块的玩具，在我妈的砍价神技下，最后只花了50块就买到了。当时的我简直震惊了。从此以后，买东西我都要找我妈，生怕被老板宰了。但长大后我才明白，不是别人在骗我们，而是因为我妈是个谈判高手，我谈判的基本功都是跟我妈学的。记住，我们提出的条件一定要高于自己的心理目标。比如100块的玩具，如果我们想50块成交，就可以先开价30块。优势谈判告诉我们，这样做有3个好处。第一，对方可能直接答应我们的条件。别觉得不可能，说不定那玩具的成本只有10块，老板还能赚翻呢。第二，给了我们谈判的空间。老板可能还价60块，最后双方互相让步，以50块成交。第三，让对方在谈判结束后有胜利的感觉。老板原以为我们觉得玩具值30块，谈判后多赚了20块，就忘了我们已经把价格砍了一半。因为我们一开口30块，就降低了玩具在老板心中的价格。不够坚定的人就不会再觉得玩具值100块了，甚至会觉得自己报价有点过分。但记住，我们要暗示对方价格是可以谈的，不然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反过来也一样，如果我们是老板，10块的成本也可以开到100块甚至更高。因为物品的价值是你自己定的，只要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让人相信这个价值，那就成了。这可是精华中的精华，我后面会详细讲的。由此可见，我们的母亲都是被生活磨练出来的谈判高手，我们要好好尊敬他们。第二个原则就是千万别接受对方的第一次报价。想象一下，我们去买车，销售开价100万，我们觉得贵，就问90万行不行？如果他马上答应，我们会怎么想？肯定不会觉得自己这赚了，反而会想，早知道他这么爽快，我就说80万了。虽然销售快速接受了我们的价格，但我们反而不高兴，觉得自己吃亏了，甚至怀疑他开价100万是不是不诚实。说不定我们会因此不买了。所以我做生意也一样，客户的第一次报价或方案一般都不会接受，因为人性就这样，有点犯贱。你好心接受，对方反而不领情，觉得价格还能更低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要装作很为难，表现得非常吃惊，然后再抬高一点价格。这样一来，客户反而会觉得他们已经把价格压到最低，赚光了我们的钱，而我们却能以更高的价格成交。这就是谈判的最高境界，把对方给忽悠瘸了，还帮你数钱。那为什么要表现吃惊呢？因为你一吃惊，对方就会下意识给你优惠。就像跟另一半逛街，想给他买个礼物，销售报价你觉得贵，但另一半说挺合理，那你后面再跟销售还价，他也不会给优惠了，因为知道你能接受这个价。其实他也没想让你第一次就同意，但如果我们不表现吃惊，他们就不会给还价的机会。现在心法招式你们都 get 了吧？接下来我要分享谈判中最重要的逻辑秘诀，绝对是本片含金量最高的部分，只要听懂了，保证你的谈判水平能蹭上好几个台阶，想要的东西都能谈到手。谈判讲究筹码，但我们不一定要真有那个筹码，只要学会画饼，让对方相信我们有就行。很多时候，谈判的结果在开始前就已经决定了。如果你手上有对方想要的东西，主动权就在你这，想开什么条件都行。所以谈判前要问问自己，是对方离不开你，还是你离不开对方？那如果没有对方想要的筹码怎么办？告诉你，有没有筹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对方相不相信你有。这可是诸葛亮的空城计给我们的启示。当年司马懿带大军来打，诸葛亮知道打不过，就在城上弹琴，大开城门。按理说司马懿只要进攻就能灭了蜀国，但他没敢冒险，因为在他心里诸葛亮是个谨慎的人，城里肯定布满了埋伏。所以我觉得谈判的最高境界就是跟对手的认知谈判，让人相信你有，跟你真的有效果是一样的。因为人都是跟自己的认知谈判，
潜意识里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诸葛亮当时肯定用了吸引力法则，他相信自己有几百万大军，结果就真的起到了这个效果。当然，你要100%相信自己，有习以为常的感觉，一丝犹豫都不能有。没错，宇宙的吸引力法则可以用在所有事情上。其实很多谈判话术都讲究逻辑思维，但现在简单了，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句型，谈判10套用到你的话术里就行。首先，在谈判时，我们要学会先提出自己的需求，再亮出交换条件，而不是反过来。这个道理，我有一个朋友就吃过亏。他做生意去找客户收尾款，但因为疫情，客户的生意不景气，实在拿不出钱。我朋友自己手头也不宽裕，就叫我陪他一起去，有多少收多少吧。我们到了客户办公室，谈了一会儿，我朋友的眼睛就一直盯着客户的手表，那表看着就很值钱，我朋友也很喜欢。于是他跟客户说，这次尾款就算了，我知道你也不容易，不过你能把手表给我，就当是交换吧。你们猜客户愿意这样交换吗？当然不愿意。问题出在哪？就在我朋友的提议上。他一上来就亮底牌，说可以不要尾款，然后才提出要手表。这不就等于告诉客户他可以接受收不到尾款吗？主动权完全在客户手上了，凭什么还要答应我朋友的要求？就像女朋友跟你说，我可以嫁给你，但你要给我买钻戒。你肯定会想，她都愿意嫁给我了，买不买钻戒我说了算。所以谈判时千万别先亮底牌。咱们中国人就爱这样，觉得显得大方，对人没有隐瞒，但结果就是谈判变得被动。后来我跟朋友讲了这个道理，我说下次再遇到收不到尾款的情况，你就这样说，如果你把手表给我，我就可以考虑这次不收尾款。从理论上说我是亏了，但就当交个朋友吧。果然之后我朋友用了这个句型，基本上都能把他想要的东西谈到手。听明白了吗？先说要的东西，再给条件，等价交换的成功率就会大大提升。但这还不够，还有一个谈判逻辑能让成功率更上一层，那就是谈判时要用勒索的句型，而不是狗腿的句型。勒索型不仅成功率高，还能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。什么是狗腿句型？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。你跟孩子说，如果你考100分，我就带你去游乐园，这就是典型的狗腿句型，是如果你给我 A， 我就给你 B 的格式。那反过来想，如果孩子没考100分，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不带他去游乐园了？但实际上，没考100分，也不代表你真的不去游乐园啊。再比如，你跟玩具店老板砍价，说如果你便宜点，我就买这玩具，那如果人家不便宜，你就不买了，说不定到时候你还是会买，谁叫孩子喜欢呢？那勒索句型是什么样的？很简单，如果你不给我 A， 我就不给你 B。 同样的例子，对孩子说，如果你考不到100分，我就不带你去游乐园。孩子要是反问你，考到100分是不是就去？你大可以说，我可没保证哦。看到没？主动权掌握在你手里，你可以耍赖的。再看玩具店的例子，你可以说，如果你不便宜点，我就不买了。店主问你，便宜了是不是就买？你说，不一定哦，我没说一定会买，只是说你不便宜，我就不买。大家应该能看出狗腿句和勒索句的区别了吧？当然，具体用哪一种还是要看情况。如果对方的筹码比你多得多，你处于劣势，再多技巧也没用。比如有人持枪抢劫，你就别跟人家谈条件了，保命要紧。说到这，可能有人会觉得谈判真是太难太复杂了，搞不好就不想创业了。其实任何技能都需要练习才能熟练掌握，而且大家别觉得谈判只靠伶牙俐齿，真正的谈判高手都是用耳朵而不是嘴巴，靠倾听来获取对方的信息，从而决定自己的策略。所以说，谈判其实是一项人人都有的天赋，关键是让它发芽成长。而谈判水平的高低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财富和人生成就。我自己就是读了《优势谈判》这本书后，完全改变了人生轨迹。
这本书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，连克林顿、特朗普等美国总统都盛赞不已。而作者罗杰·道森更被公认为当今世界上最会谈判的人。所以我建议大家看完这个视频，一定要去读一读《优势谈判》，而且不要只读一遍，要像我一样反复研读，直到倒背如流。希望大家都能尽快实现财务自由，早日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。更希望这个视频能给你一些启发和领悟。愿你我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越走越顺，谈判不断，财源广进。让我们一起掌握谈判的艺术，成为人生的赢家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